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，这侧呢连接到锁骨上，另一侧的胸锁乳突肌露出来一点点。然后这边的肩三角肌，那手臂抬起来了之后，它就会向后移动，看到它就会变少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解剖结构。我们用这个人体结构思维本来练习一下肩胸部啊，画一下这几个。我们可以先在上面描一下。我在下面垫了一张 A4 纸，这样的话呢，就防止下面一页的内容透上来。先描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人体的造型是什么样子的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再分析一下它里边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结构，一定要了解它的内在的结构和外在的造型之间的联系。外形一定是由内部的结构形成的。描完了，这个偏侧面一点的角度的肩胸部大概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骨骼结构啊，胸腔的下半部分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先画出来。然后这里是剑突，这另一侧的胸腔。然后呢，顺着这个趋势往上推测一下，大概到哪儿？然后这里是锁骨头，这里是另一侧的锁骨头。从锁骨头的下边出来的就是胸腔的上边的这个圆面。这里是胸骨啊，这个是偏侧的角度，所以说呢，另一侧看到的很少。它胸腔大概的形状我们就推测出来了。上面的这个宽度大概和脖子比较一下，跟脖子差不多。这是锁骨，然后锁骨的内侧这一端更大一些。然后这是另一侧的，因为它那个拐过去，所以说在这里啊形成一个鼓出来的一个形状啊，这个地方，这外形都是由内在的结构构成的。从这个角度看呢，就比较短，放大一点的话，它是这样。然后和这一块衔接的是肩峰，肩峰转过去就是肩胛岗，这里呢就是关节鱼，对着的就是肱骨头啊，肱骨头应该再往上一些。然后肩胛骨的造型，这个就是肩胸部的骨骼，另一侧的肱骨头。它的骨骼结构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这张图上快速的、简单的定位一下它这个骨骼的结构。然后呢，我们画一下它的肌肉。这里是肩三角肌，肩三角肌的前束，前束呢又分成两块，下面这块更低一些，然后它们一起呢穿到中束的下边。然后中束它分成了几组，类似于羽状肌。这里呢前面呢是平行肌束，这就是肩三角肌的一个基本造型。然后胸大肌在腋下穿出来，它有这种一束压着一束的这种特征。然后最下面的一束呢略薄，在这里啊，它是结束在第6类的肋软骨，大概就这个位置。然后手臂给它个圆柱，暂时不用去考虑它的结构。这是斜方肌，斜方肌呢附着在肩峰和锁骨外端上面这里。这里是胸锁乳突肌，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，这侧呢连接到锁骨上，另一侧的胸锁乳突肌露出来一点点。然后这边的肩三角肌，那手臂抬起来了之后，它就会向后移动，看到它就会变少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解剖结构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并没有去分析它的背部的肌肉啊，这里呢是它的背阔肌，大概其给它画一下。在这里的大圆肌就看不到了，在胸大肌和背阔肌之间，这里就是前锯肌，它是包裹着胸腔侧面的一个结构。